谢天谢地哦，那个是我最后一次吐的地方。千万不要暴饮暴食，有一些 skincare 的 ingredient 是不适合怀孕的妈妈用的。我们怀孕过后，胸部一定会变大的嘛，肚子的 size 它好像不大不小这样，然后现在就是狂传。我目前是用了3种不同的油啊 ，Ever Eden 的，因为我真的很怕会生那个 stretch mark， 至少喝1.5到2个liter的水。看到这个小可爱吗？我睡觉的3样宝贝，这是第一个医生，这第2个医生。用了这一个的宝宝，大部分都是天使宝宝，因为明年是龙年嘛。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怀上，他们就已经来给 booking fee 了。虽然我们怎样都是会把宝宝生出来，可是你就在这里陪妈妈录一个啊。我的脸好像又更肿了。现在呢，我已经是29周半了。今天有一个特别嘉宾，他决定看镜头啊，看镜头，他决定在这里陪我，今天陪我录 video 是不是？是不是呀？我的孕中期终于都结束了。可以看到我的肚子，这么大。我一直呢都是很想要快点录这一个孕中期好物，但是因为孕中期的时候我有回 office 做工，然后就一直忙着做工的东西，又忙家里的东西，所以就一直拖到今天才有那个时间去好好的录这一个 video。所以今天呢，我想要分享的内容总共有3个 part。第一个 part 呢，就是我整个孕中期里面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第2个 part 呢，就是孕中期的好物分享。然后第3个 part 呢，就是这孕中期的时候，我们为这个生产做了一些什么准备。首先呢，就是要谢天谢地，我的孕烦全部都在孕早期的时候就一并结束了。我最后一次孕吐的时候是第13周，然后我还很记得我吐的时候是在一个 shopping mall 的 parking 那边吐。然后现在我每次去到那边，我看到那个 parking spot， 然后我就会想到，那个是我最后一次吐的地方。我就是从第14周开始到今天，我都没有再吐了。从第14周的时候，我也是慢慢的 gain 回我的体力，就是偶尔可以进下 office 上下班，偶尔可以约朋友出来聚一下会这样子。如果有姐妹跟我一样的状况，就是孕早期过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我非常的建议你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终于可以吃东西了，我终于吃什么都不会吐了，然后我就一直狂吃，结果我就是在孕中期的那段时间，我的体重上到非常的快，然后有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的宝宝偏大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是吃太多了。我的体力恢复过后，我就有力去运动了咯，所以我就有去做了几个运动。第一呢，就是我去 Pilates 的 trial class， 但是我试了过后，我觉得我好像跟我孕前一样，我还是不会享受 Pilates 的那一种很慢的节奏，还有它之后带给我的那种酸痛感，所以我就是去了1次，然后我就没有再去了。之后呢，我也是有在家跟 YouTube 去做那一种很简单的孕妇运动，就是那种动下手动下脚那种，还有那种 yoga。但是我就是有同事跟我讲，她怀孕6个月的时候，因为她 online 上 yoga class 可能姿势不对，导致她出血，然后医生就跟她讲，叫她不要再运动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没有 yoga 的底，然后我听到她这样讲过后，我就想还是自己不要乱来，所以我也是好像在家做过1-2次，然后我就没有再做了。结果呢，只有一项运动我是从16周坚持做到现在的，就是游泳啦。对我来讲游泳真的是一个孕妇非常友好的一个运动，因为游泳池里面的水它可以支撑到我的体重，所以我一下水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
哇很累啊还是怎样。然后游泳也没有让我觉得好像费太多力，而且游泳可以帮我缓解我的腰痛。我也不懂具体它是怎样缓解啦，但是我就是有感觉到我每次游了泳过后我的腰都会比较舒服。因为我是在游泳池里面有500个米的，因为我的游泳池是50个米的长的，我就这样游1、2、3这样子游10次，然后我就会在水里面浮大概个5到10分钟，就是让那个水去支撑一下我的腰骨，让我浮在水那边，让我自己舒服一点。而且游泳是有氧运动，虽然我没有游到很快，但是我的心跳平均都是可以去到大概个120 BPM， 所以我每一次都是大概游20到30分钟就可以消耗大概200 calorie。一周里面我是游大概2到3次，所以非常建议会游泳的姐妹都去游泳，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又能帮我们消耗体力，又能帮我们 keep up 我们心跳的一个运动。好啦，现在我们就是要进入第2个要分享的 tips， 就是我的孕中期的好物分享。我现在满地都是东西，因为要展示一下给你们看那些东西是什么。首先第一样呢，我要讲的就是 skincare。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有一些 skincare 的 ingredient 是不适合怀孕的妈妈用的，因为那些成分会通过我们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的胎盘，然后影响到宝宝的发育。在我原本用的 skincare 里面，我比较有注意到的其实就是有2种我是不能用的，一个就是 retinol， 第2个就是 salicylic acid。 所以只要有这2个成分的产品我都全部停用。当我发现我怀孕过后呢，我就是把我的 skincare 全部换掉，然后我都是比较注重在补水。我一想到补水呢，我就想到 Laneige， 然后我就有去他的店那边看看他的那个补水的系列，所以就进了一些他们蓝色的系列的产品。第一个就是这一个 Waterbank 的 toner， 我6月才开始用，都用了那么多。然后他给了我一个 Emulsion 的 sample， 我从6月到现在10月3、4个月我都才用了半瓶。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的 serum， 还有就是它的最出名的就是这个sleeping mask， 所以我一共是用着4样他们家的东西。可是我没有买它的 moisturizer， 因为我之前都有一直在用这个 Neutrogena 的 Hydra Boost。 其实我没有觉得它非常的补水啦，但是就是用罢了，反正家里有。我连洗脸霜我也是想要换掉，我原本呢是一直在用这一个La Roche-Posay 的，因为我是 sensitive 混油肌啊，我是一直都在用这个，因为它真的是可以把我脸清到很干净。然后它这个是 Effaclar 的，我就直接去 Google Effaclar Series 怀孕能不能用，Effaclar Series 是怀孕不能用的，所以我就停了它。Then 我就跑去买 CeraVe， 因为我想到这一个 CeraVe 是就是那种 Derma brand 啊，它又是 fragrance free 的我觉得OK 嘛，可以试下看。然后它也完全没有那种孕妇不可以用的成分。可是当我用了它过后，大概2、3个礼拜，然后我就发现到我的鼻子这边还有我的下巴这边就生很多那种一粒粒小小粒的，好像那种黑头粉刺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洗我脸洗的不是很干净可能因为我的脸太油了吧。后来呢，我也是有去买这个 Kiehl's 的，这个也是蛮出名的 Calendula Deep Cleansing Foaming Face Wash， 它也是 for normal to oily skin， 就是我的 skin type。 我用到这一个也是好像没有讲特别洗得很干净，所以后来呢我又在 Google 看有什么适合孕妇用的洗脸霜，结果还是这个。原来它的 Effaclar Series 里面它别的产品孕妇都不能用，可是它的洗脸霜孕妇是可以用的，因为它的 ingredients 里面是完全没有那种孕妇不能用的 ingredients。 后来我就从橱里面再把它挖出来，我洗了大概3、4天，
然后那一粒粒的就慢慢越来越少了，所以非常的推荐那种混油皮的妈妈也是用这一个洗脸霜。下一个我要讲的呢，就是穿着方面啊。我们怀孕过后胸部一定会变大的嘛，我就在 online 那边看到很多人是建议当我们开始怀孕的时候就改穿哺乳内衣，可是我觉得在孕早期、孕中期的时候，我们的胸围还有那个 cup 还是会在长，所以如果我太早买那个哺乳内衣也未必适合用。可能我买了现在的 size， 说不定我几个礼拜过后我又穿不下了。所以孕中期的时候 instead of 买哺乳内衣，我是买了这种bra extender， 因为我本身穿的内衣都是那种无钢圈的内衣，所以我就只是在后面的扣加上这一个，我也是有小的啦，小的好像拿去洗啊，加上这一个我就可以扣到了，我就可以很正常的这样子穿我的 bra， 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不要浪费钱先去买哺乳内衣，因为未必能穿到最后，所以就先买这一种会比较好。后来我到24周的时候我才开始买哺乳内衣，我在 Shopee 那边买了2件，因为怎样那个胸也是越来越大了嘛，还是要足够的 support 去 support 我们的胸，所以到24周的时候其实就蛮适合去买那个哺乳内衣了的。我是买了2件我现在的 size， 之后再看要不要再入手大一点的 size， 就是可能靠近生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有去那个店那边，那个 sales girl 就是跟我讲，当我们生了过后我们的 size 还会再变大，因为到时候会胀奶要喂人奶的时候，所以现在也不需要买太多件先。孕妇内裤也是一定要买咯，因为我们的 hip size 也是会变大，原本的底裤如果不是很有弹性的话也未必能继续穿，所以我也是在 Shopee 和淘宝那边就是乱买哦。可是我买的都是那种 silk material， 我也有买到 cotton， 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建议穿 silk 的啦，因为天气太热了，如果穿 cotton 会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在孕中期的这几个月，我是觉得我肚子的 size 它好像不大不小这样。如果我穿很松的衣服，我出门哦，人家未必看得出我怀孕。尤其是在 shopping mall 很多小孩子的地方，人家看不出你怀孕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很小心嘛。所以这段时间我都比较喜欢穿那种 bodycon 的衣服，那种 fit 的衣服，很显肚子的那一种衣服。而且这些衣服都是我之前没有怎样敢穿的，因为一穿的话那个肚腩就会很明显了。然后现在就是狂穿，只要我穿这种衣服出去，当大家都看得到我是孕妇的时候，他们都会走路都会比较小心，都会比较让路给我这样。然后最后一个穿着方面，我一定要推的就是这一个，我不懂怎样念啊 ，ply 的 leggings， 应该是读 ply 吧这一个 leggings 呢，其实是我的表姐借给我的，她一共借了3个长度给我，一个就是 full leggings 到ankle 的，一个就是这样子到膝盖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短的，就好像安全裤这样啊。这边也是有 logo， 比较容易看。它们是非常非常 elastic 的，然后是那一种你可以从你孕早期，可能孕早期还不需要啦，肚子还没出来嘛，就是总而言之从你肚子开始出来的时候，你可以一直穿到你生为止。那时候我一穿上去我就觉得怎么这样紧呢？那时候我应该是3-4个月，可是我现在已经7个月半，我还能穿到，然后它是可以穿到我生哦。它的selling point呢，就是它的这一个肚子的地方，它的承托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就很多肚子很大的妈妈，她们穿了上去过后，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她们的肚子是被 lift up 了。当那个肚子被 lift up 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减轻肚子带给我们的腰的 pressure， 我们的腰就没有那么痛。然后我看过他们的 Instagram 啊，他们都很推，就是那种 twins 的妈妈穿，因为 twins 肚子更大更重嘛，所以这个裤子真的是 support 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一般是如果我去 office 的话，或者我知道我今天会出去很久的话，我就会穿它，这样我的腰骨就没有那么辛苦咯，一整天。下一样呢，就是爱美的妈妈定不会缺少的东西，
就是防 stretch mark 的油还有 cream。我目前是用了3种不同的油啊。第一个呢是这个 Made by Angel 的艾草精油，这一个呢它其实不是防 stretch mark 的油来的，它就只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可以涂的油。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在等着 proper 的 stretch mark 油从中国寄到过来，所以我就先用着这个油哦。这一个油呢它就味道很好闻，就是这样吧，也是油啦，蛮滋润的咯，没有什么特别的 point 可以讲啦。我用了第二个油呢，就是我在小红书被种草的油 Ever Eden 的 Golden Belly Serum， 它其实是一个美国 brand 来的。我是让我的同事在淘宝的那个 official store 买的，因为他们奇怪了咯，就是你要 verify 你是中国人，你才可以在他的店那边 check out， 所以我买不到，我就只好叫我的 colleague 帮我买。其实在他们 US 的 website 我也是可以买的，可是那个价钱就差不多是1倍，然后我就想我又不懂它是不是这样好用，我就不敢在 US website 买，我就在淘宝还有 promotion 的时候买哦，我就买了这2罐油加上2罐它的这一个 Nourishing Stretch Mark Cream。 我用完它2罐油了过后，我是觉得它好像也没有很滋润，所以我也没有要再补货。当我用完这2支油的时候，我就收到我2个朋友送给我的 Clarins， 这个就是很多人都在推怀孕一定要擦的油，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就是那种你进到 SPA 会闻到那种很 relaxing 的味道这一个油呢，我用到是非常的滋润，真的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推荐用这一个。可是它唯一不好的东西呢，就是它的这一个瓶口非常的大，所以倒的时候要小心，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倒太多。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价钱真的是有一点小贵啦。它的这一个油再加上它的这一个 body partner 的 lotion， 应该是要300多块吧。它的这一个 Stretch Mark Expert 的 cream 就用了比较久，因为这个是175 ml， 然后我就用完了，我就把它剪开来，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所以我要先把这个用完先。它的这一个油呢，100 ml 我大概是可以用个5到6个礼拜。其实我觉得我用的蛮快啦，因为我是涂完整个肚子，然后再涂我的屁股、我的整个腰，还有我的大腿，早晚各1次。这一个呢，也是我从孕早期开始每一天都一定会做的东西，因为我真的很怕会生那个 stretch mark。就因为我现在很努力的在涂，也不懂是因为我的肚子的皮可能就是被 stretch 到有点薄。如果我冲好凉，我还没有涂油的情况下，我肚子是好像有一点点反光了，就觉得哇很滋润的那种感觉。我涂的方法呢，就是我的肚子是由下往上涂，然后再从中间涂开，涂去2边。屁股和腰也是由下往上涂，大腿呢就是由里面涂到外面。然后当我涂完油过后，我的手还有剩一点点嘛，我就会涂在我的胸那边。然后当我涂完了油，我就会用一样的 step 去涂那个 cream。我之前的影片就是有讲过，我原本就有便秘的问题，然后孕期我的便秘好像更严重了。多喝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缓解这个便秘的问题了。然后呢，是建议孕妇一天至少喝1.5到2个 liter 的水。我之前是有试过买一个2个 liter 的水壶，然后我就心想，我就直接装满它，一天把它喝完，我就meet到我的 target 了。可是到最后，我就是嫌它太重，因为2公斤2公斤的水壶要拿上拿下真的很累耶，所以我到最后我也是没有成功的把我每一天需要喝的量喝下去。然后我就继续去 explore 不一样的方法，可以让我喝多点水。结果呢，我是试到了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呢就是用一个喝水的 app， 再加上换了一个小一点的水壶。这一个 app 呢，它是可以连上我手表的，然后我就可以记录喝了多少水，然后就看我有没有 hit 到我的 goal。如果我太久没有 log in 我的 water intake， 它还会 send notification 提醒我喝水。因为还有这一个 status bar 嘛，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已经下午12点多了，可是我还没有 log 到1杯水，就证明我今天喝水的量有点少，所以我要喝多一点水。它就会给到我一种动力去喝水。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功劳还是我的这一个水壶。它其实呢是一个500ml 的水壶，就代表只要我一天喝4瓶，我就 hit 到我的 target 了。而且它是保温的，它里面是这样子，所以我每一次 refill 水壶的时候，我都是装40度的温水，再加上它自带一个stainless steel 的吸管，我发觉用吸管喝水真的是可以喝到比较快，喝到比较容易。而且它这个吸管哦，它这边有个盖，我是可以把它推下去，就这样子收，而且它是不漏水的。我是可以把它丢进任何一个 bag 里面，然后就很轻松的把它带出门。这个我是在 Shopee 买的，才20多块而已，然后有很多个颜色，好像加钱还可以刻名字，可是我没有刻名字啦。它这种气的我应该也用不久，你看已经花掉了。我是非常建议，如果和我一样有喝水问题的姐妹，可以私下换一个小一点的水壶，然后私下 download 一个 water tracking app， 看能不能鼓励你多喝水，然后就可以缓解便秘的问题。下一个我要介绍的呢是这一个，看到这个小可爱吗？它应该是一个小老虎来了，有眼睛嘴巴，可是因为太油了就掉了。它其实是一个宝宝也可以用的一个产品，它叫 Wonder Cream。它这一个 Wonder Cream 呢，其实还是比如说宝宝有 rashes 啊，皮肤敏感啊，或者是给虫咬啊，总而言之就是给宝宝涂身上的啦，就是非常非常温和的 ingredient。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我应该是生 heat rash 在这里，还有这里 ，then 就很痒。就一直抓很痒，然后就起一粒粒。后来我的表姐看到的时候，她就是推荐了这个给我，然后我试涂了几天，我的那个 rashes 它就干了，就没有再痒，就只是剩下好像很浅的 scar， 可是大概1-2个星期后它就不见了的。后来我有看到我的朋友的孩子，他的脸上面也是有 rashes， 然后我是有建议他可以买这个来试，然后他试到也是讲有对他宝宝的 rashes 有帮助，所以如果皮肤敏感的有生那种奇奇怪怪一粒粒的，是可以建议你们去试下这一个 Cath & Bell 的 Wonder Cream。 然后大概到我第24周的时候，就是6个月左右的时候，我的肚子是明显大了很多的。睡觉的话就是需要侧睡，然后侧睡的时候就需要很多 support 来 support 我的那个肚子还有我的腰。然后我就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睡觉的3样宝贝。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的妈妈味的月亮枕。这一个枕头呢是我的表姐送给我的怀孕礼物，它就是一个那么大的月亮。不过我是觉得如果睡觉有习惯抱抱抱枕的姐妹，还是可以 skip 掉，不用买这个啦。我自己本身是有抱抱抱枕的习惯，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枕头跟抱抱枕不一样的分别呢，就是它非常的扎实，对，很 solid，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腿这样一个在上面压，一个在下面压的时候，它可以好好的维持我2条腿之间的距离，让我比较好睡。我自己觉得的一个 con 就是它很重，如果我要翻身的话，我就要把它这样子翻过去另外一边，然后我就觉得哇，半夜睡觉睡到一半还要搬东西，是很累的事情。第2样陪我睡觉的东西呢，就是这个。这个呢，它是一个腰部 support 的一个枕头，它的形状就好像一个蝴蝶这样子吧，我也不知道它像什么。如果我侧睡的时候，它就是一边是 support 我的肚子，一边是 support 我的腰背后那边哦。这个我在 Shopee 买，好像不懂18还是19块，总而言之是不到20块，很便宜。然后我去 staycation 的时候，我也是有带，因为它很小个嘛，就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收，放进我的 luggage 里面也是很方便。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背后的 support 需要多一点，因为它真的是蛮薄的，我就自己加了我第3个宝贝。这一个枕头其实是给大的 free gift 来的，但是我就觉得它的形状和它的 size 刚刚好，我就是这样子叠在另外一边，就 support 我的背后。如果家里有那一种就是客厅的那一种枕头，其实也是可以 replace 掉这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我要介绍呢，就是这个
A4 size 的 clear album。我的是在 Muji 买啦，但是 Daiso 应该是有，书店也是有，然后也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有公仔那些。这一个 album 呢，我是拿来收我这段时间看医生的所有的单据和 ultrasound。我头几次看医生的时候呢，我都是把所有的单据跟 ultrasound 放在一个很小个的 paper bag 里面。可是当我看医生的次数越来越多，那些单越来越多的时候，全部塞进paper bag 就看起来很乱，然后我又很怕不小心可能压到或者是弄烂那些 ultrasound 的照片，或者甚至是它可能会从纸袋里面掉出来，然后就不见掉。所以我就逛 Muji 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这个 album， 然后就买了。里面呢还是有很多面的这样子的 clear 的pocket， 然后它其实还有给了一个 sticker， 如果你要写东西粘在它的外面也是可以。所以我每次看医生呢，我都是有把它这样子放。这个是第一个医生，这第二个医生，第三个医生，就这样哦，我就一直加。全部这样子加，然后我要 refer 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refer， 是在哪一个医院看呢？我看了哪个医生呢？然后我的 ultrasound 的照片也是好好的这样子收在这里。我之后还要买多2本，一本是小本的，我是专门要把所有 ultrasound 的照片抽出来放，然后买多一本大本的，就是宝宝出事过后就变成宝宝看医生他打针的一个记录的一本 album， 这样东西就比较整齐一点啊。最后一样东西呢，我还不知道它的效果，所以我也不能讲它是不是好物，因为我还在 test 着它，就是这个东西。Baby Plus， 这一个 Baby Plus 呢，它是一个胎教机来的，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后面是喇叭，然后开关，然后这一个就是它的一个 pouch， 这有点黄了，因为已经用了很多手，这就是一个 pouch， 然后放在 pouch 里面，然后就是围着我们的肚子给宝宝听。这个东西呢，我自己在网上面是有看到它很多好评，就是讲用了这一个的宝宝大部分都是天使宝宝。天使宝宝的意思就是呢，他不会动不动就哭闹啊，2个月就可以晚上睡整觉啊，而且很爱笑。因为我表姐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们的宝宝都是 Baby Plus 宝宝，然后都是天使宝宝，所以我的表姐就接这一个 machine 给我，就想说在我的宝宝身上做个实验，然后我们就试下看到时候生出来的是不是天使宝宝。它就是这样子发出这种咚咚咚咚的声。我第一次放在肚子上面给 baby 听的时候，它是有动的蛮厉害，它是有给到反应我们的。它一共呢是有16个 level， 就是那个咚咚咚的声音，从慢慢加到快。然后它的说明书里面也是有跟我们讲要怎样去调那个速度啊。官网上面呢，它是有建议一天听2个小时，我就是早上1个小时，傍晚1个小时。这个也是我从第18周开始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也是觉得怀孕妈妈的心情也会大大的影响到宝宝的性格，所以我还是觉得保持心情愉快还是更重要一点。我好像讲了好多东西哦，不知道这条影片会有多长。OK， 现在我要讲第3个部分，就是最后一个部分了，就是我们在孕中期为这一个生产做了些什么准备。我跟你讲，最重要的就是要去 book 月子中心。我们原本是打算就是怀孕4-5个月才去 book 的，但是我就是有些朋友啊、亲戚啊，他们就是催我，叫我快点去看了，就是怕 fully book 还是怎样，我就讲他有这样夸张咩？我就是3个月左右我们就去 survey 了，我们去 survey 了2间，结果我们有兴趣的那一个房间的配套，这2间月子中心都只剩下1个 slot， 然后他们就讲。对啊，最近真的是很多人来 book 那个月子中心，所以我们 visit 了2间过后，我跟我老公就是赶紧讨论，然后就在5天里面我们就做决定，然后就给 deposit 了。
而且我们那个秀才跟我们讲，因为明年是龙年嘛，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怀上，他们就已经来给 booking fee 了，要 lock 住那一个房间，因为他们也是怕明年龙年很多人生孩子，如果他们太迟去 book 的话，他们就没有房间了。所以不管你是要去月子中心，还是你要找月嫂来你的家，最好是越快 book 越好。然后第二样我们有做的东西就是去做宝宝的 detail scan。我们去的时候是20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医生是有建议讲不需要去做这一个 detail scan， 因为 detail scan 主要是看宝宝有没有什么缺陷，就比如说心脏有没有孔啊，有没有兔唇啊，就是手指脚趾的数量对不对啊，那些东西。我们的医生是建议不用做的原因是，就算我们去做这个 detail scan， 你看到这些缺陷，你还是会把宝宝生出来，而且在医院做 detail scan 是大概400到500块。我们的医生是有建议讲，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花这一笔钱。可是我们讨论了过后，就是觉得还是要去做啦。虽然我们怎样都是会把宝宝生出来，可是真的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提早知道，我们可以提早做一些准备，而不是等宝宝出世过后才发现到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才手忙脚乱嘛。很幸运的就是我们找到这一间叫 Sono Vision 的，在 Kelana Jaya， 它的 detail scan 的 package 才178块。这个 detail scan 呢是照完宝宝所有东西，包括心脏、头脑、它的内脏，就是它的肺啊、它的 kidney 啊、它的胃啊有没有好好function，数一数手指和脚趾的数量、手骨这些和腿的骨是不是正常的 size， 加上照 baby 的性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detail， 而且他们会坚持照到需要照的地方为止。如果宝宝不合作的话，就好像我们的情况这样，他就是向着我躲着，我们很多东西照不到，他们就会建议妈妈先休息，在他们的那个 clinic 那边走一走，或者是吃一些甜品然后再看宝宝会不会转身过来合作来拍一下。因为他们的 policy 是如果没有照到需要照的东西，他们是不收钱。幸好到最后我们的宝宝也是有合作啦，我们都有拍到应该需要拍到的东西。不过时间就花得比较长，我们花了大概2个小时去拍完所有的东西。then 到最后呢，他们就是有 print 了一张宝宝的侧脸照给你们看。他就是有 print 了宝宝的一个侧脸照，他就把所有的照片奔进一个 CD 里面给我们，就是这样。另一个准备呢，就是我跟我老公有在讨论我们需不需要存宝宝的脐带血。这一点呢，其实是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自己的 research 啦，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听几家脐带血的 presentation， 然后再自己做决定。我们呢是听了2家的 presentation， 然后也问了身边的一些亲戚和朋友的意见，再问我们医生的意见，综合了所有的 research 和意见，我们最后是决定不要存那个脐带血的。具体的原因我们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啦，因为不想要影响大家的决定。这一个呢，真的是要自己去想清楚那个 pros and cons， 然后再自己做决定哦。最后呢，在这整个孕中期，我们做到的准备就是认认真真的去 survey 需要买的东西。survey 罢了啦，还没有买啦，因为毕竟是第一胎嘛，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都真的是不懂。不会不知道需要些什么东西。但是很幸运的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年轻妈妈朋友亲戚，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分享给我，告诉我什么东西需要，什么东西不需要，教我怎样避雷。然后还有一些亲戚朋友，他们甚至是把他们宝宝用过的东西都是转手给我，因为很多宝宝的东西真的是你用了几个月你就不能用了，所以从那一边我们也是省了很多。真的建议大家提早去 survey 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这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真的是从零学起的。然后尽量是在28周前能准备的就先准备好，也非常建议那些老公们跟老婆一起去准备这些东西的。没有理由你的老婆怀孕那么辛苦了，她还要一个人去 survey， 然后再自己去买这些东西吧。不然等你的老婆
真的是去生的时候，她已经是很累很紧张了，然后那个老公还不知道东西是放在哪里，是需要用些什么东西，然后还要问东问西，这样手忙脚乱就不好咯。好啦，以上这个非常长的 video 就是我的孕中期的所有分享，我的 hospital bag 还有我的月子 bag 全部东西都已经 list 好了，有些东西就是在等deliver 到来家里，等所有东西都到了，然后我再做一个 video 去 share 我的 hospital 还有我的 confinement bag，就这样啦，拜拜。